爱自己的方式绝不只有买买买。爱自己在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自己、忠于自己、肯定自己。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帮你对抗平庸的生活，更取决于你能否和自己好好相处，和世界握手言和，能否在面对世俗不堪一击的时候，在遭遇生活风浪的时候，披上铠甲去战斗。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爱自己这个论调，连我妈妈在敷面膜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要保养，要爱自己。营销号更是喊着，姑娘，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于是买买买成了姑娘们投资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的最直接的方式。我一点都不否认这种方式带来的快速疗愈的作用。我在写不出稿子、心情低落，又或是取得了阶段性收获时，都会去商场逛逛，用刷刷刷和买买买来安慰或鼓励自己。但你有没有发现，买买买这种直接粗暴的方式并不具备带你的生活走上良性循环的属性，它能带来的不过是片刻的欢愉。更何况现在断舍离的概念似乎更风靡，断等于不乱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舍等于处理掉堆放在家里没用的东西，离等于舍弃对物质的狂热迷恋。所以除了买买买，你真的爱过自己吗？对于我来说，每到季节交替时节就生病这件事像是个魔咒，今年也不例外。初春忽冷忽热那几天，我在社区门诊打吊瓶，遇到一个女孩因为节食过度导致低血糖晕倒，被保安和物业管家一起送了过来。那女孩躺在我旁边的床位打葡萄糖，我才认出她和我住同一单元，平时早晨上班在电梯里会碰见，也会打个招呼。她醒来后，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拼命节食。晕倒不是小事，胃要是饿坏了，损失就更大了。她苍白的脸上没带一点血色，有气无力地说，我男朋友喜欢骨感的。我心想，还真有傻姑娘。几个月之后，晚上下班回来，在园区里碰见她，还真是活脱脱瘦了一大圈，而且整个人气色很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她说自己现在的体重可以维持在90斤左右。那你男朋友现在一定超喜欢你吧？你可为了他变得这么瘦。我们分开了，所以也不算是完全为了他。他说话时语气淡定。当他减肥开始见成效的时候，男朋友却提出了分手，理由倒是没有半点借口，他喜欢上了别人。这女孩在男朋友的手机里看到过他新欢的照片，那是一个有点婴儿肥的女孩，没有他高，更不比他瘦。分手之后，这女孩没有因此停止减肥。她说虽然做这件事最初的原因不存在了，可她已经开始了，半途而废怪可惜的。只是她不再疯狂节食，舍弃了自虐的方式，用轻断食、游泳、慢跑来代替。慢慢的，她变得又瘦又健康。有时候只有当你放弃一段没意义、没营养的感情，才会发现爱情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去投入的事。不爱的时候，心情和头脑也就真的慢慢平静，清明起来，没有多疑的猜忌，没有受伤的敏感，没有失控的恼怒，没有期望的焦虑，没有失望的伤心，最主要的是也没有了那些傻得不着边际的幻想。爱自己是不在爱情里做卑微乞求的人，在失恋后不对自己进行2次伤害。珍妮是我的大学同学，住在我隔壁寝室。
在我印象里，她是走大小姐风格的姑娘，海藻式的微卷长发，从不褶皱的裙装，以及迷人的眼妆。难得的是，她平时待人温和有趣，从不故作高冷。毕业后，我和她虽然联系甚少，但通过朋友圈还是会知道一些她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去了杭州工作，一人一猫，生活惬意。平时工作，周末看画展，约朋友喝下午茶。印象里，她始终是那个精致的姑娘。去年夏天，我看她开通了新的微博，顺手点进主页，原来她开了自己的定制女装店。这年头开微博吸引粉丝并不稀奇，我点完关注后便退了出来。从那以后，朋友圈里偶尔会看到她的分享，比如找到新的摄影师，比如在工厂住了一整天，只为挑选配大衣的扣子，比如和设计师就下季度新款讨论到深夜，再比如终于租到了一间大一点的仓库，等等。有次我旅行回来，在杭州中转，由于航班问题不得不改签，要在杭州停留2天，于是想约他见面。我们约在一个格调别致的小酒馆，晚上快7点，他才从工厂赶来。怎么突然创业做起女装了？我一边给他倒果皮，一边问。不是突然想做的，我一直都想创立自己的女装品牌，从来没动摇过。他认认真真地回答道，看着我有些惊讶。他接着说，当初离开家来杭州，就是想要贴近市场，了解市场。毕竟杭州现在是电商方面资源讯息最丰富的城市，这大概是我前期准备的第一步吧。我还以为是之前的工作不称心，你才辞职创业的。我在杭州做过2份工作，都是做时尚杂志编辑。其实这也是我为自己创业做的铺垫，我需要不断吸收时尚讯息，掌握行业动向。第一次觉得心机女孩是个褒义词呢，哈哈，我为做这件事准备了大概2年的时间。父母起初是不同意的，他们觉得女孩子不必活得那么累，所以当我认为有7、8成把握的时候，我瞒着家里辞了职。起初挺难的，没有团队，没有合伙人，每件事都是我自己去跟进，线上客服也只有我一人。不过还好，如今运营状况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工作室成立后，我只需要负责服装的款式和面料选择，其他的事由同事来做。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创业很辛苦吧？辛苦，但是心里不苦。虽然特别累，但我每天都很开心，因为这件事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每天醒来想到套装裙应该用亚麻还是真麻，衬衫袖口可以改为木耳边更活泼，打底 T 恤可以加今年大热的腰封设计，我就立刻从床上爬起来。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自己。如果不能去做喜欢的事，我会觉得委屈自己了。昏暗的灯光映在珍妮的脸上，她没有半点皮相，反而眼睛里闪着光。我拿起酒杯，敬这世界上活得热气腾腾的好姑娘。珍妮大笑，希望好姑娘永远光芒万丈。小时候语文考卷里的作文题目常常要我们写自己的梦想，那时候的我们是真的以为长大后自己可以成为科学家，可以做律师，可以创造所能想到的一切。但时间会说真话，现实中那么多残酷和苟且，把我们折腾得腿脚瘫软。至于梦想，早就在日复一日中磨没了。但总有人时刻提醒自己，别忘了心中的梦想，那是你一直想做却还未完成的事。唯有不忽略自己的感受，珍惜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
才能跟现实打个平手，不是吗？爱自己是从不忘记自己内心深处的热爱，在自己选择的路上面对难题，承担风险，体味苦乐，最后学会享受其中。